敢相信嗎？這一盤炒飯裡面沒有蛋，沒有蔥，沒有蒜，甚至沒有5星的。但它聞起來居然像夜市鐵板燒的炒飯，而且今天這一道我真的想稱它為黑科技素炒飯，因為它有一種很神奇的香味，你會以為裡面加了蛋，加了奶油，甚至有炭烤香，但其實完全是全素的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怎麼用幾個很簡單的食材，可以做出那種熱炒店、鐵板燒，甚至有點像居酒屋炒飯的香氣。而且這個做法適合吃素的人，不吃5星的人家裡也剛好沒有吃蛋的人，或是想試試看新料理的人。你們現在留言區告訴我，如果今天沒有跟你們說，你們看出來這一盤炒飯沒有蛋嗎？那我們現在就來備料。今天的食材不難，但裡面有幾個黑科技的角色，就是白飯。炒飯最重要的不是調味，其實是飯。我今天用的是隔夜飯，因為水分比較乾，炒起來呢就會粒粒分明的。有人跟我一樣嗎？會特地留白飯隔天炒？像這裡呢，我就煮了5杯米，昨天吃了一半，今天想要來做炒飯。我覺得隔夜飯根本就是為炒飯而生的。這一鍋飯呢，等一下就要來變成炒飯了。再來準備半盒的豆腐，很多人會覺得哈，豆腐拿來炒飯哦。可是我跟你說，它炒乾之後，口感真的超像炒蛋碎，尤其是等等呢，要再加一個秘密武器會更像，就是薑黃粉啊，先跟你們說。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黑鹽，黑鹽一定要放，因為黑鹽放了之後，它有一股淡的香氣。也有人說黑鹽叫做喜馬拉雅黑礦鹽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有產品連結，直接點開來。產品我會掛在影片上，大家點開來到蝦皮去下單。這黑鹽、薑黃粉都是做炒蛋的秘密武器。如果不知道蝦皮怎麼下單的朋友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，我會貼鏈接給你。今天做的這一道炒飯的所有食材呢，如果你不要出門，在蝦皮就可以下單了。大家想要今天食材的所有蝦皮的鏈接，記得下面留言，我要鏈接，我會貼給你。剛剛說的薑黃粉嘛，對，沒有錯，就是薑黃粉，它不是咖喱粉哦。咖喱粉你放下去會有種咖喱的味道，就不像雞蛋了。只是想把炒飯變成蛋炒飯的顏色，就是要放薑黃粉。人的大腦很容易被顏色所騙，看到黃色就會自動覺得有蛋香。還有就是等一下還要放一個營養酵母粉。營養酵母粉不知道哪裡買，也是可以下面留言，我會貼鏈接給你。這些呢就是素食的黑科技啦。它聞起來有點像起司奶油蛋黃的香氣，很多純素餐廳都靠它來增加厚度。不知道你們有吃過營養酵母粉嗎？我第一次吃真的是嚇到了，因為它不像素的味道，其實它是全素的。再來準備1條杏鮑菇，杏鮑菇今天一定要切成小丁，因為等等炒焦後會很像鐵板燒肉粒。我每次炒到金黃色的時候，都覺得超像夜市裡面牛排館的那種碎肉，而且它有天然的香味，還有鮮味，所以炒香之後真的可以代替蔥跟蒜，還有5星。杏鮑菇放到盤中。再來準備1朵香菇，香菇我會切的比較細一點，就是像杏鮑菇一樣切碎，它會讓炒飯有很濃的鮮味。尤其你不吃5星的時候，香菇就是真的超重要的。所以我每次都會把杏鮑菇跟香菇融合結合在一起，不同的菇味有不同的鮮味還有甜味，加在一起就會讓整道菜或是炒飯很香很好吃。再切更碎一點，香菇放到盤中。再來準備1根新鮮的玉米，我今天沒有用罐頭玉米，就是直接用這種新鮮的玉米來切成粒狀。其實新鮮玉米炒起來的甜味差很多，會有一種自然的蔬菜甜香，而且玉米粒咬下去會有脆脆爆汁的感覺，炒飯吃起來層次就會更豐富。切的時候我會把玉米站起來，慢慢的往下切，這樣比較不會玉米粒噴得到處都是。你們家炒飯會加玉米嗎？我小時候其實超愛炒飯裡面有玉米的。玉米放盤中，準備大約5條的長豆。長豆今天是切成小小的丁狀，長豆加進炒飯裡面會有一種很像熱炒店炒飯的感覺，而且它脆脆的口感很加分，不會只有軟軟的飯。我自己很喜歡炒飯裡面有一點咔吱咔吱的聲音。切長豆的時候不用太長，大概玉米粒再大一點點就可以了，這樣等等比較好翻炒，也比較容易均勻的吃到。其實很多人不知道長豆炒飯真的超搭的，你們有沒有吃過？長豆放入盤中，
把豆腐直接放進鍋裡面，接着加入一點薑黃粉、一點油，炒一炒，讓它顏色均勻。你們看是不是開始很像蛋了？這時候加入1茶匙的營養酵母。接下來是今天的靈魂香氣來源，杏鮑菇跟香菇先下鍋，這一步先不要放油，先乾煸，把菇類本身的水汽逼出來。很多人炒菇不好吃，就是因為太早加油了。你看現在邊邊開始有一點黃色，這個香味是不是開始很像鐵板燒了？尤其杏鮑菇炒到焦香的時候，真的超像吃炙燒肉粒的。杏鮑菇水分有點乾了，加一點油。它的體積也慢慢變小了，因為水分蒸發。現在就是要靠油給它煎得焦香。杏鮑菇和香菇炒到像這樣子的顏色，微焦微黃，聞到很香的味道，就可以接下來下一步，加入新鮮玉米粒。新鮮玉米粒的甜味跟香氣真的會不一樣。炒下去之後，整個味道會變得比較有層次。持續的翻炒，讓它變得比較深的顏色。這時候可以適量的補一點油，變比較深的顏色。再來就放長豆，長豆加進來，會有一種熱炒店才有的香氣和口感。而且脆脆的口感加分哦，吃起來不會只有軟軟的飯。我自己其實超喜歡炒飯裡面有脆脆的蔬菜的，而且綠色對比顏色很漂亮。這樣子的炒飯也可以吃到很多種顏色的蔬菜。炒了差不多，看到顏色比較深了，接着白飯下鍋。這時候我是開中小火，因為我們要把飯弄鬆散，底下的食材才不會燒焦。慢慢的把飯給它壓得鬆散，半鬆。其實這種隔夜飯一壓它就散了，很容易就半鬆了。一面半鬆，一面翻炒。現在飯都有半鬆了，可以來調味。醬油2湯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鹽1/4茶匙。炒蛋放進來，快速翻炒。醬油炒飯是最古早味的。我們全家其實都很喜歡這樣子吃，很簡單的一餐。把調味料通通炒勻，慢慢的翻拌。哇，翻炒到現在，你們看是不是真的很像蛋炒飯？其實都沒有用雞蛋，而且還很香。其實這炒飯算是還有一點濕潤感，因為用豆腐的關係。大家就可以再花點時間，開大火，一直不停的翻炒，翻炒到水汽沒有。但是這種有濕潤感的炒飯，其實也很好吃。翻炒到現在有比較乾了，但是還帶點一點點的濕氣。現在我們可以關火起鍋。吃吃看炒飯，真的不誇張。我跟你們講，它有那種蛋炒飯的感覺，可是又比蛋炒飯更香，因為有黑鹽的關係。還有呢，菇類它的焦香感很重，還有營養酵母呢，會讓它有一種奶香感，很好吃。所以吃全素的朋友，我覺得營養酵母粉是必備的，放在冰箱裡面，因為隨時你要做素蛋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加點營養酵母進來。營養酵母怎麼買？我可以給你鏈接，就在蝦皮很簡單就買得到。
這味道真的有像雞蛋，也不會想說啊，就是素食就將就一下。所以你要加營養酵母還有黑鹽，這整道飯就會很像蛋炒飯。它是吃起來好像你平常會做的那一種蛋炒飯。你們有沒有吃過什麼叫做超不像的素食蛋炒飯？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我最近啊，真的覺得素食料理越來越好玩，越玩越有趣。今天這道黑科技全素炒飯，真的就很推薦給你們試試看。如果你們喜歡這種不用5星但還是超香的料理，記得下面留言，我想要這種黑科技料理。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，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，還要按讚追蹤粉絲頁還有 IG。我們下道料理見，拜拜。